伊朗多地遭无人机袭击，却选择吃哑巴亏，这到底是不是俄乌冲突的外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在西方开始向乌克兰援助主战坦克，俄乌冲突面临升级的敏感时刻。被看成是中东火药桶的伊朗，又发生了6个省遭无人机袭击的事件，而且袭击的目标都是军工厂和弹药库。当然，伊朗政府只承认有1个军工厂遭到3架无人机的袭击，称其他的袭击都是谣传。这次袭击事件非常突然，从而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联想。目前存在着2种观点：一是这次袭击事件是以色列所为；二是其幕后指使者为美国。该事件是俄乌冲突的外溢。其实很多人都能看出来，这次用无人机对伊朗发动空袭的方式颇有些熟悉的味道，也就是以色列情报机构动手的可能性极大。甚至呢，还有人认为阿塞拜疆可能也参与了整个行动，理由是该国驻伊朗大使馆在袭击发生前突然撤离伊朗。阿塞拜疆国家边防局从以色列引进的赫尔墨斯900和450型无人机的基地位于巴库南部，因此有人猜测袭击伊朗的无人机有可能来自阿塞拜疆境内。如果是以色列所为，那么目前最合理的解释是和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发生近年来最严重袭击有关。此事件是一次报复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的报复将是强大、快速和准确的，并承诺伤害那些应该对耶路撒冷严重袭击事件负责的人。以色列拥有远程打击的实力，也有意愿发动这样的报复行动，因为在中东地区，伊朗是当前对以色列安全威胁最大的国家。伊朗军事部门也是被指责为资助袭击以防目标的组织。另外，以色列对美国把安全战略重心转向欧洲方向严重不满，反对美国重返伊核协议谈判，试图通过制造一场军事危机来破坏伊核谈判进程的动机也相当明显。不过，以色列官方在第一时间就否认了对伊朗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而伊朗为了避免局势全面恶化，在短时间内又无法确定袭击者的情况下，选择承认损失不太大，也就是暂时先吃哑巴亏，以后再算总账。第二种观点认为，此次伊朗遭袭事件是俄乌冲突的外溢，即空袭行动是美国指使的。坚持该论点者认为，这次袭击是对伊朗在伊核协议上保持强硬，以及对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的警告。虽然美国对伊朗与俄罗斯亲近非常不满，也想找机会收拾一下伊朗，但是此种观点目前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因为这么做似乎不符合美国当前的战略利益。原因很简单，美国现在正推动北约国家全力支持乌克兰军队与俄军作战，不大可能愿意在中东再开辟一个新战场。另外，伊朗与俄罗斯虽然在加强军火贸易，但是在对待乌克兰危机上的态度仍然坚持了自己的底线。据西班牙欧洲新闻周刊报道，伊朗外交部长在接受土耳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尽管德黑兰和莫斯科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但伊朗方面不承认克里米亚和顿涅斯克等4个地区为俄罗斯的领土。伊朗拒绝在俄乌冲突中公开站队俄罗斯，甚至拒绝承认向俄罗斯出口军火，主要是为了避免在对待美俄时采取双重标准。因为伊朗一直在谴责美国对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阿富汗等国发动的战争，所以就像伊朗与俄罗斯在武器装备交易上出现事实结盟的情况。但基于伊朗在外交上不认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再加上美国不愿意俄乌冲突结束之前在中东开辟新战场，因此美国推动对伊朗袭击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白宫也在第一时间撇清了自己与此事的关系。总体而言，俄乌冲突虽然有外溢的迹象，但是主要是基于俄罗斯实力下降所造成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当前伊朗遭受无人机袭击事件无关。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紧急回应称，没有美军参与对伊朗的袭击，
到底是此地无银300两呢，还是无辜的呢？从多个角度分析，似乎只有以色列具备随时袭击伊朗军工厂的意愿和能力，因此该国的嫌疑相对较高一些。不过，这次袭击对伊朗造成损失应该不是太大，伊朗对付这种情况也驾轻就熟了。何况伊朗的防空部队还利用各种手段击落了1架，引爆了2架入侵的无人机，也算是挣回了一些脸面。所以，由这次袭击而直接引发中东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发生大战并不符合伊朗当前的利益。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